ありがとう。哦，好粗啊！今天炸天妇罗这个大酱，我总觉得很像谁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。哎，还是算了，好好吃饭。今天我们虽然是在神户吃天妇罗，但我们这次在神户其实并不只是吃，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我想去看一下，就是在日本一个以咖啡为主题的博物馆啊，博物馆，电影的原画。感觉有必要去看一下，来都来了，毕竟我天天喝咖啡，我都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。这里就是 UCC 开的咖啡博物馆 ，UCC 开设它其实就是为了像我们这种小白科普咖啡文化。比如说，这是从最早的咖啡豆开始，讲到了怎么加工成咖啡，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咖啡都是这样种出来的。接着顺便去参观了一下他们家的工厂，听说这里的所有咖啡原料都是由 UCC 资深咖啡鉴定师来挑选的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一台超迷你的咖啡萃取机，实际的大小是这台的50倍哈。讲了这么多，那还不如直接喝一点。还请了 UCC 咖啡冠军师帮我们泡，这次我们喝的叫蓝山咖啡 No.1， 它是 UCC 在自家的牙买加农场培育出来的一批极为稀少的咖啡豆。所以全球只限量190套。哎，我们今天就喝了一套。它这个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它那个咖啡豆会散发出一种类似于朗姆酒的香味。巨香，不愧是在橡木桶里面做的咖啡，是没有喝过的味道。参观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题。但说真的，其实天妇罗的很多老店都是藏在这种老城区，很老很地道。到了，是一家夫妻经营的小店，它这种也是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叫停。前菜跟小菜是这种3拼，其实就是开个胃。里面的无花果虽然没有那么多汁水，但是我很喜欢它奶香的味道。然后一般第一个上的天妇罗会是炸虾，虾头跟虾身也会分开炸。炸虾头真的是一吃你就知道这家店的水平。这家店的味道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薯片。然后吃虾身的时候，你可以蘸一点这个萝卜高汤，也可以蘸一点盐，都还挺好吃。然后第二个上的是血子的肉本来就很香，所以就不蘸盐了，换成姜黄粉会更好吃。接着茄子来了，这个好吃，它在茄子的外层其实切了很多刀，所以它可以吸满高汤，外面油脆，里面有很多汁水的感觉很爽。然后又是一个重头戏，香菇蟹肉，就是把香菇的腿切了之后换成蟹肉，再用面粉裹成一个球之后炸，炸过之后的香菇味道更大，就和蟹肉非常的配。然后是2块洋葱，不愧是万物皆可天妇罗呀，这种配菜都可以炸，还好是微甜。接着是一条接吻鱼，虽然它这个名字确实有点怪，但这个鱼在天妇罗里面经常出现，肉的香味其实本身不大，但是肉质会比较弹牙，可能因为天妇罗强调的就是外脆里嫩，所以这种鱼就很适合。接着是我很喜欢的扇贝肉，其实块头还挺大，它这个可以带一点萝卜丝儿，会是2种甜味的交织，吃起来就很满足。接着这个是紫苏叶包的鱼肉，这个你吃起来就完全感觉不到鱼肉的味道，因为紫苏叶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里面的鱼肉特别的嫩。然后上的是组合菜姜和鱿鱼，这种鱿鱼炸过之后就会变得很松软，总算嚼起来不会那么累了。接着是一片水果玉米，就是直接切下来的一片，这个我真的想再来10份。最后当然是以青椒收尾，青椒就吃原汁原味就好。吃完天妇罗之后还会给你上一碗天妇罗冬，它上面是淋着照烧的那种酱，里面是蟹肉跟虾肉还有一点藕粒，吃起来还挺下饭的。总的来说这家店的菜品都还是可以的。秋天的第一顿天妇罗，然而并没有吃到松茸，可惜了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居然被西班牙人教吃中华料理了。西班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就是西班牙中华餐厅，这什么组合啊？好吃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找这家店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主厨的资料，好像还开过2、3家中华料理店。看完之後仍然很不放心，这种店真的要吃了才知道。又到了吃西班牙菜的日子。はい、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はい、皆様ですね。朝早く着いた大丈夫ですか？お願いします。谢谢，有被刚才的欢迎吓到。这就是今天的菜单，一共11个菜，还有个菜是问号。现在吃个饭也要让我猜了吗？第一个小菜是一杯番茄豆腐皮，它看上去很温柔，但实则很火辣啊，像我一样。好酸啊！好酸啊！然后你们猜这是什么？它是香菜根，已经这么刺激了吗？香菜叶子已经满足不了西班牙人了。风油精的味道，感觉像在喝香水。这个还挺好看，黄油马卡龙，吃了吧。2甜的黄油味，瞬间饿了。然后是一个奶油巧克力泡芙，为什么他们家的前菜都是甜品啊？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，里面是那种炼乳。这个前菜是螺肉，上面涂的那个酱是鲍鱼干酱。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？第一个主菜就很惊喜了，口水鸡。你别说，这还真的挺还原的。日本人做的口水鸡有个特点，就是看上去辣油好多好爽，你完全感觉不到任何辣的味道，口感细腻嫩滑，鸡肉甚至还有点弹牙。然后端上来一份大煎饺，说是要用刚才口水鸡的料蘸着吃，听上去好像有点变态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乐意。我还故意把饺子皮戳破，好让那个汁水流进去。这是西班牙人对中华料理的理解吗？酸辣的蘸料中和了肉汁的油腻感，放大了肉馅的鲜美，竟然还挺好吃。我为什么现在才吃到这个？有点回想起之前每次我晚上饿了，就会叫我妈给我煮那种白菜水饺，然后蘸醋吃，特别怀念那个味道。然后服务员直接端了3个金宝箱上来，咚，你看，客气点。我其实严重怀疑，它是不是3个宝箱都是扇贝，炸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它下面那个黄色的酱汁，就和松鼠鱼鳞的那个酱汁一样，吧唧一口，浓稠的酸甜酱和松软的贝柱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融合在了一起。你们看，中式的酱料加上说下一个菜，它是用萝卜泥和 蟹肉炸成的方块，咬开它的一瞬间，你就能感觉到热气在你的嘴巴里面喷涌。接着是一块
块黑胡椒烤猪肉，这个就很性感了。烤猪肉就应该配黑胡椒嘛。接着又是一个芝士咖喱球，外面的芝士微微泛甜，里面的咖喱肉末又是咸的，多么清奇的搭配。吃完这个之后直接端了一口锅上来，这看样子就很西班牙了。我觉得重点其实是这块鱼肉，它还原出了鸡肉的那种韧劲，听了很像鸡肉哎。下面的汤底是那种很浓的番茄虾头味，就是很重的海鲜味，小鱿鱼。这个才是好吃的，然后再来点主食，西班牙海鲜烩饭，直接是一整盘端上来的。虽然不都是我的哈，但是分给我的这个也太少了吧，就一口的量，我都没尝出个什么味道，什么玩意儿？下个菜，这个菜我喜欢，就是肥肥的牛排，吃起来特别过瘾，因为特别油香。他家的牛排会更加的咸香，瘦肉的地方也很软嫩。今天的牛排居然没有踩雷。然后我们还有个主菜，你敢信？它叫蘑菇浓汤炒面，拌匀之后，因为炒面的特性，它可以卷上很多的酱汁，你一口嗦进去特别的入味。哇，那个蘑菇味特别重。然后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还有5道甜品。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西班牙人是真的很能吃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嘿，你们知道如果吃完迪士尼的所有美食要花多少钱吗？这个是800块钱的，这个是350的啊！当然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盘点一下，在这网上很火的那些迪士尼奇葩美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肯定是把钱带够了的。好不好吃都是个人看法哈，但我只能说不要对味道抱太大的期望。然后因为园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限时特供，所以我早上7点钟就到了。但工作日都这么多人，日本人对迪士尼是有什么执念吗？非常疯狂。好啦，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这个甜心咖啡，因为它在园区最开头的地方，所以人一般会很多。我们点了2个非常有人气的套餐，第一个是这个幽灵米奇汉堡，但不要被它可爱的外表所迷惑，它是冰的，6分不能再多了。接着是这个绿眼怪面包，我以为下面那个黄色的是夹心，然后咬开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像是那种放了10天的菠萝包啊，5分，算了，来个正常一点的。3个夹心大福，分别是钢铁侠、星之卡比、阿擎天柱。然后你们知道它嚼开之后是什么吗？它是咖喱。等一下，你们家不是叫甜心咖啡吗？这什么呀？这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另外一个更过分，直接上芝士咖喱了，基建指数5分。不过还好甜品不错，是奶油提子果冻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啊，就可以看到星球大战的馆，这个馆其实修的挺好看的，消个毒。而且这个馆里面就有迪士尼人气 No.1 的那个甜品，这个绿巨人小时候的团子。我们这个买的也是一个套餐啊，除了绿巨人团子，还有个大饺子，这个就比刚才那个软嫩多了。它里面的夹心是3种口味的轻奶油，甜度刚刚好，而且外面的皮也很软糯，怪不得这个人气这么高。好吃的，这个得有8.5分。然后是刚才那个大饺子，非常的嘛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派哈，掰开之后里面是热腾腾的咖喱，看起来还是可以的，但我们不能被骗。尝一口啊。就是牙齿破开那个酥脆的外壳之后，你能感觉到牙齿被一股暖流包裹住，不仅只是咖喱，还有内层松软的面皮。这个是烧圈的最好吃的，这个怎么都得有9分。旁边的鸽子好像也很认可。继续去下一家，吃了2个主食，我们还是换点甜品嘛。这个好像也是人气很高的冰淇淋，我们要那个黄色的皮卡丘吧，冰得我门牙疼。好吃还是好吃，但是你也不能仗着它是皮卡丘就卖我这么贵吧，7分。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是城堡和儿童乐园，小孩也变得多了起来。那我们也应景来个儿童套餐好了，我刷。其实这个儿童套餐应着很贵，因为它里面那个玩具我真的很想要，它是一个装糖的小包包。这个真的是怪惨，买套餐会送这个吗？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买的。还是来看一下它的吃的。第一个是小汉堡，它里面加的那个是炸虾可乐饼，咬开之后虾肉还意外的挺多，不像迪士尼的作风啊。面包也还挺松软的，没有那么差劲，7分。薯条就非常一般了。然后它带的这个苹果饮料，劝你们小心一点。然后隔壁还有一个类似于酒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很多人排队，尝尝看吧。我刷，主要是这个地方的服务员都好可爱，所以我又点了一个主食，汉堡肉鸡块咖喱。但这跟迪士尼有什么关系吗？这是用唐老鸭的肉做的吗？味道其实还行，比较微妙，和超市里面卖的那种咖喱差不多。不过还好这个鸡肉是好吃的。然后最后我们就要去吃那个人气一直 Top 1的鸡腿。这个园区有2种，一种是鸡肉卷，一种是火鸡腿。这个是800日元的火鸡腿，这个是350块的鸡肉卷。这比我脸还长了，这个东西疯了吧？这个火鸡腿拿在手上都在不停的冒油。虽然是火鸡肉，但是吃进嘴里还是嫩滑的，这个是真的好吃，9.5分。然后是这个鸡肉卷，它吃起来的味道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外面一整圈都是鸡皮，汁水更多，味道更浓，这个也9分。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吃个冰淇淋解解腻吧。今天总共消费了850块，当然估计也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吃吧。最后我们还剩下一个东京迪士尼的海洋馆，下次再去吧，我要吐了，卡玩意儿。时隔了整整2个月，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，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。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？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，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，它要是不好吃，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。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，其实巨鲜。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？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动产看看，22万、24万，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，这也可以的。我们还是吃饭吧。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家店的前菜巨多，看。第一盘是5、6、7、8种小菜，这真的太怀石了，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。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，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。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，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，还可以。
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荚鱼寿司，有点腥啊。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，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蟹肉鸡腿菇，微微咸的松叶蟹，这前菜挺高级。接着就是我们的刺身了，这虽然是1人份儿，但这肉也太多了吧。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，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，肉还是脆的，这个是我的爱。旁边是2片鲷鱼，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，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，不然你会觉得你在嚼空气。然后是一个扇贝肉，开始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，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，扇贝肉那么腻，早该这样做了。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，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，应该是韭黄，这2真的太配了，姐妹们，中日结合呀。最后2片是红干鱼，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。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，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，这个还挺高级。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，其实还挺难操作的，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，但是它的皮更硬，所以得先把皮煮软。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京烧了，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，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，就这种炭烤的鱼有吸收的鸡汤的鲜味，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。吃完这个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菜，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，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呀！上面撒的是木鱼、葱、山药丝，还有黑胡椒粉，你就承认吧，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。就吸水点，太香了，我的妈！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，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，甚至都有点嚼头了。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，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。然后是一份鸡蛋，他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。对，吃啊。下一个是牛筋，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，这是关西煮的菜，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。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。一点点柠檬的香味，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，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，这已经是最好吃了。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，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，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。鸡肉丸子嘛，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，这个也是 Q 弹的，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一些脆骨的。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，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，非常的接地气。甜品是红豆沙糕，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，完美的落幕啊！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。阿基特指数10分，下周再来啊，卡玩意儿。